大陆的无人机第一次跑到我们的东沙领空，在那边4分钟，但是说很高，在武器射程以外，所以打不到。哦，国防部说共军严重破坏我们的区域和平，这是我们的地方。哦，然后呢，是不是巧合呢？我们的守军刚好在实弹射击演习的之前来了。哦，要干嘛？他要观测你吗？共军的南部战区属于他，他说完全正当合法，为什么不能去？我哪有什么侵入你们领空？爱去就去啊！那其实到了领空里面已经构成第1级的条件，可以把它打下来哦。但是呢，说太高了，所以我们只能广播警告。无人机你广什么播啊？你说有人机还可以讲一下，你已经怎样怎样，赶快回去。无人机你跟他广播什么？哦，这很好笑啊，这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哦，只能广播警告，要打下来啊！哦，但是不行，只能广播警告。军事专家说，海巡跟空军到底怎么分工？到底是海巡还是属于空军的？到底要怎么分工啊？哦，然后呢，另外《纽约时报》说，中国有几千艘渔船呢，在322公里海上长城封锁东海，集结差322，它一艘，当然中间有空隙的，一艘322公里，台湾全长也不过400公里啊！哦，你看这边，哦，在台湾的上面这边演习，渔船呢，哦，所以呢，哇，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新手段，以后渔船摆出阵势来，就阻断你了，不需要靠什么海警船，不需要靠军舰了，哦，那我们输人不输阵，你看，我们要把我们的渔船集合起来，我们要摆一个阵势给他看看，他可以摆，为什么不能摆？哦。我觉得我们摆也很好笑哈，很好玩哈。《纽约时报》说2次哦，第一次是去年圣诞节哦，第2次是今年1月11号，2次在东海集结，所以他们在怀疑在演练控制海域。哦哇，这下海上长城哦，把你围起来啊、哦。那另外呢说战争时候必要性呢，把淡江大桥炸了哦，所以呢免得老共哦来这边干嘛哦，然后呢。怎么样把淡水河口守住很重要，淡水河上来就到总统府去斩首了哦，那怎么办哦？说呢，我们的有一派的军人说，这个桥很强，很这个坚固，可以让战车、装甲车都在上面，然后炮口对外，哇，这一个防卫基地。有人说你不要待了，你这样子不是等于自己把自己这个桥，人家把你桥炸了，你到底干什么呢？哈，所以现在军方有2种不同的看法。我们先看共军在台海到底搞什么。东沙南面空域高度51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立进我领空。4年前，共军军机曾进入我东沙岛领空，现在国防部在公布共机新动态。国军证实，17号清晨5点41分，侦测到中共无人机在44分时入侵东沙岛领空，48分岛上守军广播驱离。当时无人机飞行高度约是1万英尺，只是这高度在外岛的射程外，我军该如何反制？国防部谴责共军挑衅。美国《纽约时报》最新揭露，中共利用民兵民船在东海演练控制海域。刚刚有海洋情报公司整理的动画，去年耶诞节，中共集结2000艘民船在东海北方海面形成了2个平行长风形，最长近540公里。南方海面更有倒 L 型矩阵。而2周后的1月11号，1400艘中国渔船再度驶往中国与日本冲绳之间的东海海面，组成长度超过370公里的海上长风型阵列，迫使部分货船必须绕道。中共意图切断盟军对台支援，这些灰色手段恐怕只增不减。嘉义怎么看？大家还记得说，去年跨年之前，就12月29号到31号，共军突然来个2025正义使命的一个实弹演习。那时候其实是东部战区，而且长达将近10个小时，包括很多我们这些飞机啊，包括澎湖、金门的，其实都受到影响。那这一次又是南部战区，在东沙岛的上空。那当然这样子不断的灰色侵扰，我们不知道说是解放军想要在习近平面前求表现，还是
说他们有其他的目的？因为其实从这个近2年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们利用这种民船、渔船，然后或者是这样子无人机的方式，不断侵扰台湾，是越来越频繁，而且不断的在挑衅我们。例如说，这个东沙岛的这个无人机已经构成第1级的要件的时候，那台湾要怎么去反应？那当然，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侵扰，对我们来讲，怎么样去加强不对称战力，还有我们的国防的装备就是更重要。所以这1.25兆的国防预算，确实对台湾目前而言，以这样不断侵扰的频率跟这样子的武器的平等来讲，我们当然需要有更强的军备，而且刚刚讲到这个关税的这一部分，其实也在台湾整个这个国安战略的一环。因为呢，大家如果知道说这一次我们谈判的成果，第一个跳脚是谁？就是中共啊。中共说，如果美方不撤销这个协议的话，那所有的后果由美方自行负担，甚至还说，反对任何涉及到主权的协议。所以可见得这一次的关税谈判对中共来讲也是会觉得说，不管是台湾在全球得到第一个，不管是232条款的这样子的关税领域的礼遇，或者是对半导体产业在日韩等等的相较之下，我们取得一个比较优先而且优势的一个地位。而且台湾跟美国在半导体的一个联盟上也奠定了一个稳定的基础。这一方面也代表说，台美之间在晶片或未来的合作上更进一步。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讲，细盾是什么？细盾就是 know how 在哪里，细盾就在哪里。台积电在哪里？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细盾在哪里。而目前最先进的制程跟细盾都还是保留在台湾，所以在台湾来讲，永远我们跟美方的合作跟稳定的关系，都是保护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盾。而中共这样不断的侵扰，这样不断的一个突袭的战略，只会让台湾离中共越来越远。好吧，淡江大桥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淡江大桥将在今年5月通车。据了解，陆军官职部从建桥初期至今，都会不断的定期的来参查以及了解大桥的设计，同时呢是纳入了战时的应处计划。而公路局也最新打包票，大桥的承重能力是绝对没问题的，据悉连 NY2T 通过都 OK。国军最终装备 NY2T 上个月已多次验证压马路，不过淡水河口是我位数重地，因为共军同样看准如何利用淡水河长驱直入至台北首都，因此沿线的隔离桥梁过去曾被讨论必要时炸毁，但偏偏媒体报道，公路局人员和营造工人针对是否得炸淡江大桥来阻绝共军感到气愤。毕竟用7年造好，花超过100亿，克服无数困难，说炸毁就炸毁，简直无法让人接受。来，这个齐凯，淡江大桥7年花了100亿耶。现在正在讨论的，竟然是说必要时候暂时要炸掉。然后你看中共步步在进逼的同时，无人机都到东沙群岛了。还有那个整个那个船，你看它每次它像一个海上那个长城，对我们是多大的一个压迫。当然，我们在谴责中共破坏这个整个区域和平，就是说破坏两岸和平的同时，我们都在想，就是说到底我们台湾能做什么事情？没有错啊，可能必要的这个军事要怎么去提高了。柯文哲是最早在总统大选的时候，跟赵大哥你们在选的时候，他是最早讲说要提高到超过 GDP 3%的啊。这个部分我们是支持的，可是就一定要买到合适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我们会去支持，肯定要买到合适。另外呢，台湾现在的艰困不是只有中国大陆的步步进逼，刚才讲美国关税这个事情，那是多严重一个事情。我先提醒大家，现在川普怎么讲？他说之前台积电去投资的那650亿不算，因为那个是拜登的，还有这种事情650亿是多大一个金额？第一个，第二个更重要的哦，他们现在连说投资的地点，现在不是只有在亚利桑那州，今天连地点都出来了，说因为台积电可能投资要增加，现在之后连新墨西州全部都台积电都要去而且时间是在加速的。你看他那个商业部长讲的是什么？不只是40%哦，我先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在今年本来开始出现，就是说本来这个他们的商务部长讲说要50%的台湾的这个半导体这个整个产业链跟这个产能全部50%过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立法院质询，从卓荣泰一直到郑丽君，他们都说没有这件事哦，还在行政院开记者会，他们都反对，绝对不会允许。结果现在怎么样？50%不行，现在40%可以今天还去接机。
还是这样庆祝？如果台湾有40%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被搬到美国去，那影响有多大？而且它速度是在加快的。美国是很清楚的跟你讲哦，它有2个，第一个在川普的任内，川普现在有3年多的任内，所以它速度是在加强当中的，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它要的是你的核心技术，它要的是先进哦。现在他们第一个产的是什么？4奈米哎，大家以为说好像美国只是我们这边什么一些比较先进的没有关系，不对。川普讲得很清楚，我要的是先进的制程，就是刚才讲的我们重中之重的核心的这个技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要提醒大家一个点哈，大家这段时间在讲说，到底我们去投资那么多是好还是不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投资金额太大，对不对？对台湾排挤效应，这是一个。第二个，核心技术是不是会出去？更重要的，我们的人才现在慢慢在流失的，一架飞机一直过去，我们的工程师一些整个半导体这个产业链人才一直在流失，这是一个点。另外我们要问一个。起码近乎一体来讲，没有关系，只要人出去都是赢的。我给他做一个对比哈，南韩这几天在讨论什么事情？你如果像一个拔河一样，南韩对于半导体这个产业晶片，他们这个优势的，他们不大愿意到美国去投资啊。你如果画一个图像在拔河，美国在这边，南韩李在明在这边，他们是在拔河，可是台湾这个图刚好相反。台湾是怎么样？台湾是我们的政府把我们的台积电跟我们半导体是把它推出去的，甚至你可以画那个图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的政府跟美国是一边的，台积电跟我们的这个半导体是一边的。你现在是多讽刺！现在李在明他们在讨论什么事情？美国给了台湾的这个要求要增加投资的时候，现在美方也在给南韩压力啊。它包括那个什么三星啦、什么 SK 海力士，他们也说你要跟台湾一样，要扩大你半导体的。南韩到现在还是不愿意的哦。所以他们之前提出了什么？他说你要我3500亿这个投资，我里面就有将近2000亿这个美金，我做什么事情？造船啊！而且要什么核子的这个核能这个造船，你看南韩多聪明，人家透过他们要到造船技术，然后透过这个整个核能的这个潜舰，他们可能都会要得到。人家是有用脑袋在想事情的。第二个，他们保住他们半导体，包括这个三星跟这个海力士的某些技术没有到美国去啊，人家在保护他们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一直把它推过去的同时，然后丧事还喜办，你看今天接机讲那个事情，大家现在好好去回想一下，就是如果是整个台积电变成半屏山，而同时我们整个护国神山这个山群，很多这个产业链整个过去，人才要流失多少，资金要流失多少，这对台湾是不是几代人辛辛苦苦累积下来的这个成果，一下子都被掏光？徐校长回来。好，那么像我们编1.25兆买军购哈，到底买什么？黄国昌到美国回来以后说，跟美国买只有3000多亿啊，结果我们国防部副部长马上说，不，我们台湾买3000多亿，其他都是外购。那卖什么呢？今天上午立法院就开秘密会议然后呢，顾立雄部长说呢，可以公开，下午就公开让你们知道。本来就是以前军购你也都知道买什么，怎么不知道呢？而且美国都会公布他买了这个买那个，这是什么秘密啊？然后呢，现在公开的是什么？各型无人机20多万架，无人艇1000多艘，还有什么这个战车炮啦，等等一大堆155公里、120公里、105公里的不同的这个榴弹票啊、战车炮啦、机炮啦等等反正我觉得反正就乱扯一通了。反正现在就跟你编20几万架无人机，这20万什么无人机？哪里的无人机？台湾的无人机、美国的无人机、死神无人机、战神无人机，通通没讲至少我们不知道。反正就跟你要编，我就给你编出来嘛，数字抽出来给你的所以这党说你这是黑箱嘛，虽然开了秘密会议，还是黑箱了。那下午呢，资料要送到立法院去了，就给其他委员看了，除了国防这个秘密会议以外了那另外呢，这个蓝白是说要自己也编一个特别条例了，我也编一个然后来对照免得你们说我都不重视国防那我们认为应该买这个郭立雄说，哎呀，我们的版你先复委嘛，你们先不急着提你们的嘛因为蓝白也怕被戴帽子所以我们都不关心国防，我也有提不是没提那另外呢，这个郭立雄说没有必要性了，蓝白不必提了。国民党团说会全盘考虑不是光听你的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咨询完以后呢，说带走机密资料，陈柏亮说还好被我迅速追回来。黄国昌说我走的时候忘了，不知道那个我的文件很多，里面夹了一些机密资料，我走出去又不到3秒，我发觉赶快要回来，就被他们抹黑了那另外呢，这个最近不是有共谍案吗然后呢，
郭立雄说，大多数官兵都有保防意识了，这几个共谍案90%都被检举的了，所以呢，表示我们其他都没问题，只有少数有问题。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国防部的这些相关的条例都是透过这个依照我们的需人敌情，然后根据我们的作战需求，然后跟联盟讨论之后，我们所拟出来的一个整体性的规划。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朝野政党有任何意见的话，都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进行讨论。如果要做修正，也在这个讨论修正就可以了，应该没有自己这个版本的必要性。中天主播凌晨又涉国安法案，其中桥头纪检署证实涉案的还包括现役军人。我个人也感到非常痛心。那有关这些案件，都是我们自查出来的案件，有90%以上的案件都是官兵检举或自查所得。那可见官兵的这个保防教育还是成功的。此案涉及国安法以及现退役军人，就待检警调查，证据说话。来，这个赖委。这个讲到1.2兆的国防特别预算了，1.25兆。那郭立雄部长居然说：“哎呀，你们党都不要提了，我们有行政法就好了。再读一读宪法好不好？所有的立委都可以提，不要忘了那个这个COVID-19的时候，疫情的特别条例最早发动就国民党的蒋万安了。一开始他那时候是卫环的召委，他说这个现在很紧急，我们赶快提。他公开呼吁之后，行政部门才提的啊，立法部门也可以提啊。他不能够剥夺立委或者立院党团各党团的提案的权利，这是第一个要强调的。第二个，你可以看他公布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公布在美国的3500亿嘛，你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看你不怎么样啊，飞弹系统多啊，其他的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念之在之的就是增加台湾防空的力量。F-35啊，能不能给我们？有没有看到 F-22啊？这个都没有啊。F-16V 这个要70 block， 这个到现在为止一架都没有交。所以我们现在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说，我已经付这么多钱的6000多亿还没有进来啊。另外，我们的国防预算已经编了9000亿。今年度的预算是9000亿，比去年多了3000亿，还有韧性又有什么？又1100亿，加起来已经超过1兆了。你要编1.25兆，我们就要看你里面有什么买到伟大的东西。如果比如说了，如果说我给你放一个这个核动力的潜舰。那大家就觉得阿雷萨里哦，对不对？我们没有说不要，我们就是说你要给我什么嘛？各位，你可以看他公布的那些东西，你就觉得说那个好像看起来就好像是不是我们很需要的东西？变成一般常备预算就好了。对啊，经常预算就好了。还有回到买无人机不是什么机密，又不是什么多伟大的事情。回到上一题的话，各位别忘了，邱国正当部长的时候，邱正怎么讲？只要进入我们的领空、领海、地基，一定打。他为什么不打？麻木不仁，还是你怎么样？没有，他飞太高啊！他现在说他飞太高，他嘴巴这样讲，他打你当然不是用过去喊话就好了。以前的高射炮去打或什么之类，不是嘛？你有战机可以去打，对不对？这个来讲的话，我们有这么多战机去冲上，这当然要飞出去啊！你要做给人家看啊，对不对？我们都尽力了啊！现在结果你就发现到说，买这些武器，然后对于老共的挑衅。我们没有办法，除了广播以外，你要走之外，我们没有什么而且不要忘了，在上一次来讲的话，他这个联合利剑 AB 之后，正义使命2025，它里面它这个就是很清楚了，就要把台湾视为它的这个领土，所以他说合理性、合法性就在这里嘛。那你我的啦，说我爱去就去了，他爱来就来，然后我们这里就看着他，然后用很多理由动都不动。别忘了最近顾立雄在推一个东西是什么？说这个叫什么分散，说以后啊，这个第一级不是由我来下令，也不是参谋总长下令，是各自的前线官兵自己来，自己决定，很危险哦。自己决定就可以打了你说不打这个？照理讲，到我们的领空上面，你还不打，这个东西不管有没有打到，你好歹要打，对不对？你不敢打。如果他是有人的话，要顾虑一下了，因为人命关天。他无人机啊，无人的，你的不敢打得太高，还用驱离干什么？我很短做个补充哈。我觉得今天看到新闻说这个1.25兆到底要买什么东西，虽然是秘密预算，但是它总是有些项目出来。
我个人觉得最疑惑也最失望的是说，大家还记不记得这1.25兆开始发动的时候，赖清德说什么？他说这个1.25兆特别预算要来做台湾之盾呢，对不对？那你台湾之盾，你到底有什么东西？他买的那些什么炮弹啊，他买的那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是台湾之盾？哦，你有比爱国者飞弹更厉害的，能够反击的那个打击的锁定更好的吗？你有更好的这个预警设施吗？你有更多的类似别的都不要讲，说美国那个什么金穹现在还不晓得在天边，可是至少以色列的铁穹有的这些相关的项目，你有没有把它列出来？我们能不能买得到？但是结果呢？现在感觉上。因为黄国昌去了一趟美国，然后回来，国防部压力很大，就随便这样又拼凑一些内容，然后交给立法委员。那你又忘记了之前赖清德在讲的台湾之盾，你连你的总统三军统帅的说法通通都忘记，那你这不是糊弄我们大家是在干嘛？我就不解了哈。马英九的时候，国防预算是3000多亿了，蔡英文那时候6000多亿了，赖清德9000多亿了，你钱这么多。你买那些东西，什么无人机啊、无人艇啊、什么榴弹炮，都可以编在这些预算里面嘛？他干嘛要编个特别预算？我不懂啊。而且无人机不是台湾之盾呐。对，以前你比如说好，我就要买 F16，买换将2000，那个金额庞大，那个在一般预算没编，你编一个特别预算，你这些东西值得编在特别预算？我想不懂啊，对不对？立法院的立委审查预算审查那么多年，这些预算可以编到特别预算里面吗？玉敏。我觉得他们现在是逼不得已要把这些列出来，但是看起来有点匆匆忙忙他们真的是前后不对哦。前一阵子1.25兆他不敢公开的时候，他讲一句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是跟美方还没有送到国会，所以我们不能公开。另外一个他还讲说，因为这个是属于紧急重大，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在抢单全世界都在抢单，这个我如果没有现在去下单的话呢，被他插入要晚好几年。我们现在就要问你今天列出来的这一些。哪一些是属于就是世界各国都在抢单，我非得去编特别预算，我没有大笔的赶快钱先付给美国，我抢不到单，是哪一些？我觉得接下来进到这个真的条例要审的时候，一定要好好问清楚。你刚刚讲的那20万的无人机，我就说你不是说台湾要打造无人机国家队吗？无人机国家队，你还需要大肆对外采购20万的无人机它是什么样的规格？所以我觉得它里面它自己充满了一些处处矛盾的东西啊。国会其实一定要监督把关，监督把关是为了让我们的钱花在真正的刀口上，真的可以捍卫我们国家的国防，而不是让民进党巧立名目。然后呢，有一些是军购有一些是商购不要又有一些钱是商购，然后又有一些小吃店开茶叶行的，又要来这边上下其手去赚他们自己的钱，大发利市。如果是这一种，我们绝对是强力监督到底嘛。就这些讲话的起码都是副部长、次长以上的，是很大的官呢。那不信口开河乱讲一通，讲完以后要自圆其说都圆不了，对不对？弄了个半天，你编这些预算，花1兆2000亿，那买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还说怕别人插队，插了以后我们就买不到了，这东西又买不到，无人机你插个队就买不到，你在讲些什么？你就把大家都当傻瓜耍，把立委当成小孩子耍，我们一看就知道乱扯一通嘛，对不对？到底你们这些大官，到底你们在想些什么东西？你真的把大家都当傻瓜吗？需要再回来。